太棒了，朋友们！知道现在几点了吗？凌晨2点啊，凌晨2点啊，很嗨哈。好巧不巧，去年呢，我有一轮次也是凌晨2点上台，当时非常困啊，非常困。不仅我很累，观众也很累。我记得我当时在舞台上表演呢，这不搞笑呢，在这幽默呢。我余光一瞟，第一排有观众眼睛已经闭上了。我当时特别想给他个大嘴巴子。我说大哥，你醒一醒啊！一会儿还投票呢，你还把眼睛闭上了，黑灯还没闭眼睛呢。我闭上了，你没看见。哎，确实也是录了好几年节目了，有种感受，朋友们，我感觉每次录这种节目都很考验人性，真的。一般都是这种 PK 环节嘛，啊，每次 PK 的时候我心情都很复杂，就是每次 PK 我那个人在前面讲的时候，每次讲的好笑吧，我笑不出来；每次讲的不好笑吧，我怕自己笑太大声，你知道吧？朋友们，录节目一定要做好表情管理，真的啊！去年录完之后，我回家看了一遍节目啊，当时有个选手在上面表演的时候，切到了个付航的镜头，付航当时比较严肃嘛，就面无表情地看这个演员，当时飘起个弹幕说：“付航的底色好悲凉啊。”有一次刘洋在上面表演，我也是面无表情地看着他，飘起个弹幕说：“小北有啥不服的啊？”朋友们，我也悲凉啊！你们可能不了解我内核也是悲剧，你知道吧？我真是服了。每次录这种节目，主持人也特别欠。每次一个人表演完之后，然后说那个谁不服啊 ，PK 一下，梆站起几个人，主持人特别欠。主持人要 Q 一个问题：你今天为什么选择这位选手 PK 呢？大家就开始编一些莫名其妙的理由，因为我们都是北京的演员。因为我们都是中年人。我说你怎么不说你们都是右手使筷子呢？不就没人说实话吗？你这站说实话不就完了吗？你今天为什么选择他？直接站来说，因为我觉得他不好笑。我觉得我能赢。他就是之前几年上过几年节目，有点观众缘什么的。当时终于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 PK 我了。而且演员每次参加这个节目都很体面，每次这种 PK 结束，赢的人、输的人站在台上，赢的人都很体面。每次赢的要帮输的人找补2句。每次一比完，赢的人在旁边说：“其实他线下是个特别好的演员。”这段我看过，其实线下演出特别炸。今天可能是因为紧张嘛，没有表现好，希望大家多多去线下支持他，多去线下看他。我当时坐旁边，朋友们，我心想，可不得去线下看的吗？线上撩路，不被你这个王八蛋堵死了吗？而且都输成那样，谁想去线下看他呀？不都想看你吗？我就没有见过哪个观众脑回路特别惊奇的。看完一个综艺之后，在那想，哎呀，与其线下看看呼兰，不如试一试姜子浩呢。朋友们，姜子浩是个特别难找的案例，有名气不搞笑。不是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太刻薄了？其实没有，我跟姜子浩私底下是特别好的朋友，你知道吗？真的，他那段我看过，其实线下演出特别炸，你知道吧？希望大家多多去线下支持他的粤语专场，好吧？其实身边的人，有些朋友总有人劝我，他说：“小北，你录节目的时候 real 一点。”他说：“真实的人很招人喜欢。”我说 real 是什么样子？他说 real 的人就是你开心的时候就有什么想法都说出来，你开心的时候开心，难过难过，生气的时候你就骂。我说那不就是翟佳宁吗？我说这种人也不是很招人喜欢吧？啊？我朋友说，哎呀，小北也不全是。我说这不就是观众喜欢的活人感吗？他多有活人感，我看很多网友让他去死一死呢。大家小时候都看过一个这个童话故事，叫做《皇帝的新装》啊，告诉大家做人要诚实。其实我长大之后又看了一遍啊，上班之后我其实特别能共情那些哄骗皇帝的大臣。
我觉得他们太不容易了啊！项目做得好好的，都快结束了，突然路边来个小孩说：“我觉得这个项目有问题。”我当时大声我都气死了，我说有啥问题啊？领导满意，进程顺利。我说就你聪明，就你明白，难道我们这帮人不知道这个项目在裸奔吗？我之前也接过一些台前的工作啊，就是给一些歌手比比划划、评头论足，有点像现在的气氛组，就是。然后当时呢，一个歌手表演的是自己的一个原创曲目啊，然后唱一会儿就忘词儿了。当时我心想，我这不好好的 real 你啊，你一会儿在台上站好，我必让你下不来台啊。但是当他表演完结束之后啊，所有的导师和明星都在安慰他、鼓励他。我说不对呀，我说这哥们儿身上有点东西啊，他身上有皇帝的新装啊。我当时脑海中跟走马灯一样，你知道吧？走过了好多前辈的身影，什么柯以敏啊、丁太升啊。我说我不能步他们的后尘啊，别最后整的活人感有了，活没了，你知道吗？但我心想这不行，我说你们几个从我脑海中出去，何炅、汪涵进来。当时我就这么评价的，我说哥们儿，我觉得你这个说唱真不错，很有态度，我很喜欢，我尤其喜欢中间那段留白。朋友们，说实话，我觉得这2年这个网上特别喜欢劝大家 real 啊。去年经常在一个网上看一个标题，就是说什么00后整顿职场，写的内容大差不差，说这个00后在这职场里干得不开心不舒服，就骂领导一顿，说老子不干了，然后就走了。但是我看完我觉得确实挺过瘾的。后续呢？后续你怎么不写了？00后整顿职场，回去之后被房东整顿，吃糠咽菜睡桥洞，然后被城管整顿。到了那个桥洞那儿碰到很多大爷，问大爷你们是怎么来这儿的？大爷说，哎呀小伙子，我们是90年代整顿职场那帮人啊。年轻人，咱们就先别聊什么整顿职场了，聊聊明天去哪儿整顿饭吃啊。我觉得这帮写文章的人特别坏，天天鼓励00后整顿职场骂领导。我说你为啥不骂呀？啊，是因为你有家庭吗？这帮人真的特别欠。这帮人是哪种人？朋友们，这帮人特别像在职场里，但凡你干得不舒服，有个人在你耳边说，这你能忍？这要我忍不了，咬他啊！朋友们，最后我想说 ，real 的事儿啊，就让我们脱口秀演员干就可以了。我呢就不劝大家在职场 real 了，我祝大家在职场 rich。谢谢大家，我是小北，谢谢。谢谢小北的留言，谢谢。投票倒计时，3、2、1，请锁票。谢谢小北。哎呀，老是说小北适合开场，老让小北开场，你们不知道他更适合夜场。对，我在熟悉的领域啊，比较自如。大林，就刚才他说这边的那句话，你能忍？哥您忍不了，咱非得把线上道给他堵死了。特别喜欢这个状态，平等的撞死所有人。对，因为写这个稿子要给好多人道歉哦。但是大家听的其实很过瘾，尤其我真实话实说，又像是重新给大家开了一遍场子一样，我反正特别精神现在。我特别喜欢，我觉得我是这么多年听你这么多脱口秀最好的一次，真的。你之前太温和了，你就应该走这个嘲讽路线，刀刀见血。你看你把小鹿说的，真是我也是，我是打认识他到现在，也是我看最好的一次表现，真的。谢谢。不要当快乐小狗，要当疯狗。现在。我老觉得就是说成这样，一般都是回光返照的那，就是最后就是爱谁谁吧，就是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如果这是你的风格，那就说明你能一直照着，这也挺好的。你试试吧。你们被撞击过的，你们说看，小鹿。我们习惯了，其实他平时挺没有礼貌的一个人。我其实平常就没礼貌，我就一般就先没礼貌，然后再道歉，这样我说对不起。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小北火力全开的一场，他这个我在开放麦听过的时候就觉得非常好笑。那天笑了一晚上，整顿饭吃。别整顿职场了，说去哪儿整顿饭吃。对，我就觉得这个其实很
很现实，就是我感觉小北他开始愿意暴露他的思考给大家了。他原来原来没有思考，原来暴露小脑。这舞台给我逼成思考暴露狂了，我这怎么办呀？原来只暴露快乐，哎。你们知道小北隐藏这个复杂的思绪这么多年多辛苦啊？对。付航刚才那个扫射面里有你吗？那个王八蛋是不是我？悲凉是你，悲凉是你。好的脱口秀都是大家都会想，哎，这不会说的是我吧？我们好像都说过类似的话，好像的确是。这你能忍？这我忍得了。开玩笑，特别厉害。就是我第一次发现小北站在舞台上边，跟他现实生活里边有70%到80%左右的接近。之前他在舞台上和他在现实生活里边是完全感觉没有那么贴合，但是这次我感觉是越来越像真实的你了，特别为你开心，小北老师。而且你让咱们在这个2点23分所有人嗨起来，你是今天晚上的 Party King。而这话题也特别好，其实就是跟他表演状态非常一致。讲到这个 real， 那最后请教一下佩岑姐。被你模仿也好好玩哦，你可以骂我们4个，再骂一下吗？我说实话，里面那个什么对那个选手评头论足那个什么指3道4，我觉得我都是硬加的，因为我觉得能来我们节目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大老王。聊，我大老王。我现在已经不上班了，那你发现不上班跟上班比最大的好处就是不上班。网上管我们这种行业叫自由职业了，对吧？自由职业是我认为一个很有意思，它是一个反义词，很矛盾，自由和职业。上次听到类似词是调休、小长假。神仙工作，小北冠军。我们这个工作呢，性质属于创作性工作，其实每天就是在家里，主要是等梗出现。我很羡慕农民伯伯工作，春种秋收，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春天种下种子，秋天收获果实，然后就会留下一地的梗。这就是我最羡慕的生活了。但我这个状态，基本每天就是盯着屏幕，一天啥也不干，主要是改行间距，修改字号，调整文档顺序，就是我的一天。我的一天呢，就是啥也不干。啥也不干呢，就是我的一天。这就是我的一天。我的一天，这就是。这是谁的一天呀？我的一天。干嘛呀？这几句写了1个礼拜呢。写了1个礼拜呢，这几句。在家自己控制自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对吧？你在家里越认真工作，对家里别的事情注意就越集中。一认真工作就发现这个墙纸坏了，门框翘了，踢脚线是不是要掉了？自由职业一个学会没缝了。我其实跟很多人不一样啊，因为很多人焦虑会抽烟喝酒来缓解，我不是这种人，我是那种一焦虑就早睡早起的人，非常的健康。我感觉我真的是焦虑吗？我该不会是自律吧？感觉我是那种可以健健康康的焦虑到80岁的人，就是那种每天起来都我烦死了，但我不死。焦虑我看不了小红书上那种很积极的人，什么25岁重启人生一切都不算晚，26岁重启人生一切都不算晚，27岁重启人生一切都不算晚。我一年一年的搜，你知道吗？我最高搜到70岁重启人生一切不算，我真崩溃了。我说70岁还不晚吗？大爷啊，一点积累都没有吗？70岁重启那不重生了吗？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重启人生的帖子啊，就是去旅游的。重启人生去丽江，重启人生去昆明，重启人生去大理，就去云南重启。啊，云南网不好，感觉云南是游戏里的复活点。到云南就兄弟可不敢再往南走了，再往南就不重启，那就关机了。所以去云南这种事情是没有办法治愈我的，所以前段时间我去了景德镇。今天节目录制压力太大，第一期准备期间去景德镇去缓解焦虑，然后太累了，整整6天，捏了20多个盘子，真太累了。996的捏泥巴，自费干日结来了。每天起床就干，倒头就睡。我说是重启人生还是劳动改造来的呀？景德镇基本上全是来重启人生的。我们班有一位裸辞来学词的一位北京来的词，太帅了有点儿。裸辞来学词，丢了饭碗来做饭碗，每天都是吃不上饭了，还在那儿忙活呢，空腹有氧。放松之余还要学个技能。This is China。做盘子很难啊，因为盘子很难做大。第一堂课学拉贝克，你知道，最后累得手都抖了，可以说是大盘持续震荡，很懊恼，你知道吗？30多岁玩不明白泥巴了。学了一下午，泥还是泥，我和泥都扶不上墙了，觉得自己很蠢，你知道吗？原来不会写段子，现在不会捏盘子，我该不会是个傻子吧？啊，我真蠢，你知道吗？怎么能？你怎么笑点太奇怪了呀？我真蠢，我是怎么想的？靠捏泥巴来缓解人生焦虑的呢？我想过历史上唯一一个靠捏泥巴来缓解人生焦虑的是女娲。女娲捏泥巴造人，女娲是按照自己样貌来做的人，一焦虑就做自己。感觉女娲是会发小红书的那种人，上班就能玩泥巴，真是一份神仙工作。女娲这工作应该挺焦虑的，因为女娲的主业是补天，每天一起床都有一个天大的窟窿等着她。女娲很无辜，女娲纯背锅。凭什么共工统的天女娲来补？招谁惹谁了？你说女娲每天会不会看着那个天非常的绝望？说，哎，如果这个天要是行间距就好了。能修改字号把它挡上吗？能把别的天复制粘贴到这儿吗？这是谁的天？女娲补的天。这是谁的天？这是我的一天。大老王写于2025年4月27日景德镇，谢谢大家，我是大老王。谢谢大老王。哎，投票倒计时，3、2、1，请锁票。掌声再给大老王。这是王哥表演最像你平常，而且最自然、最自洽，完全没有任何紧张的一次。你就得在凌晨2点到3点之后才能。我上次是这个点淘汰的，上次打小北，然后。哎呀，但真的确实非常好，里边这些逻辑啊，包括这些段子，就王哥讲感动了，给我们都。特别好，特别想看到这些朋友在绝境下又开出花来了。是，这是我觉得我看到他在这舞台上最完整的一次表演，真的，我觉得你征服了你自己了，你已经对，这不是你的一天，这是你的一夜，这是你的，这个晚上值得我们铭记。我觉得大老王是个气质很复杂的人，你身上就是有那种又俗又雅的东西，就是你身上有那种特别的世俗的。
不想去奋斗的那种真实感，又有那种睥睨一切的那种骄傲感，又有那种浪漫主义的放纵不羁的那种说不上来的感觉。这根牙签刚扎完火腿，要开始剔牙，是那意思吧？但你今天整一篇就是把你非常复杂又混合的气质，在一个很浪漫的篇章里，由你的一天开始，由女娲补天结束，我觉得就是像读了一篇很走心的那种文章，幽默散文。我还没找到一个特别合适的词，但我觉得我好像没有读过这种东西。就是有一种很耳目一新，又被你的那个浪漫的气质打动到的感觉。这些文字、这些内容，如果我们落于纸上，然后你读一遍，你绝对想不到这个作者叫大老王。泰戈尔，按理说应该。我从来没听过有人把摸鱼这么浪漫的表达出来，就是理直气壮的，还略带一丝伤感，好像自己都是被迫的似的。你知道吗？就是有一种在被命运推着去摸鱼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他底色也是悲凉的啊，这是悲壮摸鱼。是的，感觉痛的时候我在成长啊，都是你的金句啊！这是很难得的一种特质。你是做过那个1年1度喜剧大赛的编剧是吧？我是去过3年，然后但是都走得很快。你能不能把稿费退过来？但是真的是特别浪漫，我特喜欢，啊，我觉得那个就他跟小北的那个风格完全不一样，小北那个是往前的，他是往回做的，就是完全风格不一样的。我很好奇他们俩那个票，以及有人被淘汰的时候，他们怎么在这儿互相安慰对方，啊，他其实线下是个特别好的演员。先替他说了。我主要好奇马老师，您不觉得他这个反正话能写1礼拜是怎么回事？他一个人的反正话得琢磨1礼拜。那段特别妙，他的那个文字，你有一种他就认识这么多字儿的感觉，你知道吗？对，精准，是吧？对。同样的话，我好像听莫言老师是不是也说过？他说他自己识的字没有那么多，所以写的东西所有人都能看懂。对，上到诺贝尔的高度了。别！我很好奇，你上一次哭是为什么？纯被小北打哭的，不是，没有，就是因为我自己上来准备的不好，然后自己给自己带了很多包袱，然后上来以后，其实我自己上台就有点排斥观众，我自己在自己那个劲儿里就讲，然后讲完以后下去以后又觉得不对劲儿，然后自己在那个我们有个房间就是叫后采间，然后就在里面就扛不住了。那个也是也不能怪咱们真人真人导演跟我说里面没有任何人，只有你自己。还有17个机器，他说你可以在里面，你知道你自己一路走来有多不容易。他说去吧，你去跟自己说说话。真是涉世未深啊，这是。然后我进去就开始爆哭，太好哭了。你都不知道有镜头是吧？我不知道呀，他跟我说那个不一定用，我就哭，结果应该是那期可能我哭剪了3分多钟进去。比我段子还长，那期那个爱奇艺好像是热搜头条什么付航太炸，阎鹤祥什么教主和大老王哭。确实，他就是一个特别容易就是走心，然后也情感很细腻的人。他非常善良，然后非常的真实，甚至带点个人色彩。但真的今天很为你开心，就演出了你线下的那种松弛和自然。之前每一次上台就只要一凉的话，就语速越来越快。然后就是或者是非常紧张，对，完了，但是今天王哥打出王哥的风采了，真的。因为我确实没什么经验，我觉得第一个是我们的那个内容导演康桥，还有我们的现场导演在这跟我调了半天表演，然后小加蒙恩还有小北又比较有经验，我们一组的那个团魂特别好，我们一组就跟感觉待了一辈子一样，然后你们这一辈子好短啊，反正挺感动的，反正就感觉他们一直在互相帮助，给我们提供建议啊，还有出一些很没有礼貌的玩笑，然后对，没有小家侮辱别人，主要是。确实，如果大家有朋友是第一次看到大老王，就是这段，就不要再去搜索他过去的表演，
停留在此刻。是的，是的，我以前没有出现过，这是我第一天。谢谢这位新人。哎，谢谢，哎，谢谢，非常精彩，非常精彩，为你开心。确实啊，我们这个小北大老王两位老朋友都拿出了很精彩的表演，也是把压力给到我们庞老师了，给他支持好不好？掌声有请庞颖。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庞颖。我是一个辩手，但我也有一份全职的工作啊。我为什么去上班呢？因为奇葩说已经好几年没办了，马老师转行做喜剧去了啊，所以呢，人上班啊就很难兼顾工作和健康。我前一段时间去体检，查出来几个微不足道的小问题，但是我妈如临大敌，非要过来亲自照顾我的生活。我妈一来，我如临大敌。啊，我妈做饭就是习惯会做很多，所以我总得吃剩的。我说妈，你不是说预制菜不健康吗？剩菜热一热不也是预制菜吗？啊，有些朋友可能觉得我挺矫情的，吃点昨天的剩菜怎么了？问题是它不是昨天的剩菜，它是昨天就叫剩菜了。我妈呢就说外面的预制菜不好，因为你不知道它放了多久。我们家的知道。米粉肉是前年过年的，粽子是去年端午的。我妈劝我吃他们的理由跟相亲差不多，她虽然不怎么样，但知根知底啊。我妈呢就是希望我活得自律一点。我从小就比较胖，总有人觉得呢胖就等于不自律，但是我不同意啊。虽然有些人觉得坚决不吃不健康的东西叫自律，但是我认为坚持不吃不好吃的东西才叫自律。同意吧？有人说呢不对，自律啊你必须得约束自己的欲望。那我也挺自律的呀，我多么想买房都没有去抢银行。又有人说规律的生活就叫自律，这也不对啊，偶尔出轨叫放纵，每个月定期出轨一次就叫自律。其实我不是不在乎自己的健康，但是打工人太累了，很难兼顾工作和健康。我有一份全职的工作啊，是真的全职的工作。我加班加的最严重的时候，我一周工作过超过100个小时。我为什么没有管理身材？那是因为我在忙着管理自己的人生啊！我也想同时拥有谷爱凌的身体、董明珠的事业，还有马斯克的繁殖能力啊！就工作久了呢，是不可能没病的。我觉得我的体检报告比我的工作报告更能体现我工作有多努力。因为病历是很难注水的。我甚至在想啊，去面试的时候是不是病历比简历好用？想象一下 ，HR 面试，我拿出病历，有结节代表我能忍。别人工作是结果导向，我是节节导向。曾带领团队打破公司最高血糖记录，团队人均211血压。你来自985，我来自 ICU， 我用的还是年假，绝不占用公司公共资源。我最近体检最严重的一项是体检出一个巨大的甲状腺结节，我一听很吃惊啊，我明明是做乙方得的结节呀，它应该叫乙状腺结节。后来呢，我去医院看，医生说的都不一样，所以最后我跑了6家医院，我终于有了一种当甲方的感觉。到处收集方案，然后比稿。有些医生说疑似是癌，没有打动我；还有一些医生说让我手术处理一下，我觉得挑不出什么问题吧，但是没有新意。最终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让自己满意的方案，他们说我根本没事儿。为什么会没事儿呢？我做甲方做得太爽了，我的乙状腺结节呀，自然就没了。刚开始那2个医生说是癌，我妈又如临大敌。
啊，说我之所以生病，是因为我吃外卖、熬夜、工作压力大，让我赶快辞职回老家。啊，小时候让我努力，生病了怪我太努力。原来东亚小孩的亚是亚健康的亚。以为很严重的时候呢，我请了一个长假，后来发现是误诊，我也没有销假。毕竟请假挺难的，而且我也想明白了，我不是只有病了才配休息。有个网红曾经说过，到底是多么伟大的前程，才让我们错过了4季？啊，我不想一个人站在秋天里，我不想一个人站在美丽的秋天里，漫天的落叶里，对自己说，我为什么要在最好的年纪，人就没了？好，我想了一下，今天就讲到这里，我得先去休息一下了。谢谢大家。谢谢庞颖。投票倒计时，3、2、1，请锁票。再次谢谢庞颖。这次是第2次站在脱口秀的舞台上，就给大家表演，觉得跟第1次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还是？我第1次上来的时候也是午夜，然后呢，这个看着观众的时候，就这个辩论腔就起来了啊，然后他们就说我特别辩论腔，不知道今天你们觉得有没有稍微好一点啊？我觉得庞颖，因为你辩论的时候是那种有理有据有节，然后讲得非常清楚，然后逻辑非常缜密的人。然后我听你讲脱口秀呢，我觉得你的这个基本盘还是比较一致的，就是讲得很慢很清晰，然后叙事很流畅，有理有据有节。因为我这个脱口秀开始说脱口秀大概就2、3个月啊，所以处于一个跨界选手。我现在也经常消化各个这个脱口秀专业演员对我的这个评价和建议。那你会觉得你要一直讲下去吗？就你对脱口秀的现在的感受是什么？啊，我最开始之所以会说脱口秀，就是因为小鹿去新加坡线下巡演，然后后来也确实是因为这个体检的问题，我就请了一个长假。所以就借这个长假，然后来学习一下这些喜剧技巧。会不会持续说脱口秀呢？我觉得不一定是那种严格意义上的吧，但我可能把自己定义为一个表达者，所以学一些喜剧技巧，我觉得会就是让自己整体上希望可以以后更加做到收放自如。马老师，庞颖这个也是老朋友了，很熟悉了。以往是在奇葩说的舞台上，今天看到是什么感？会陌生吗？还是会有其他的感受？是一种熟悉的陌生感啊。对，那个，庞颖是个好辩手，但是我跟你讲，就是每个人他有他自己那个方向。你比如说，我觉得这个场里有很多选手是这辈子如果你不让他做脱口秀，他不知道自己要干嘛。然后你是那种这辈子如果不让你去辩论，你可能也不知道要干嘛，但是在有机会辩论之余，你会去尝试一下脱口秀。就像有很多这屋子里的选手，他们在脱口秀之余也会去尝试一下辩论，但是最终支撑你自己的是你真正喜爱的那个东西。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还是一个好的辩手。好，下次这个再有辩论的机会，我一定去。其实今天大家刚来前面几场的时候，就有好多脱口秀演员说他们去过奇葩说，但是都被淘汰了。我听着心里稍微平衡一点。现在就是看他们俩谁被淘汰了，就是。其实我觉得我可以理解，比如说你在自己的领域上很专业的时候，你想要挑战一个新的东西，然后那个东西你也想尝试，你也觉得你喜欢，然后它一定会有过程。但我觉得可以站上这个舞台，跟这么专业的，然后大家线下都有专场的选手们一起同台，我觉得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了。但我是想问你，站在舞台上，就是你自己的感觉是什么？我肯定是开心的，因为我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还交到了很多新朋友。就是我这个表现无论怎么样啊，这上面是融合了全中国最优秀的编剧和全中国最优秀的脱口秀演员对我的帮助啊，我也不知道具体谢谁，只能谢谢全中国了。不用说的这么过，是全中国最优秀的脱口秀演员和编剧中的一半。
因为我其实到上个周末才去上了脱口秀的课，才去学了脱口秀的理论。我觉得有2个核心的差别啊。进入舒适区了。你看，对，听老师讲解。在辩论里，我们很多时候讲的事情是社会的现象、社会的事，非常有代表性的事。在辩论在这个脱口秀，他们都是讲个人的经历，都是从个人出发。辩论里多数还是比较客观理性的观点，在脱口秀大家喜欢听到个性的观点，就不一定是最有逻辑的。但是就是故意很荒谬、很好笑，不是大家都告诉我脱口秀不是为了说服人，而是为了逗笑人。谢谢庞老师，谢谢庞老师。我觉得就是您说的有一点很对，脱口秀就是大家每个人站出来讲讲自己的故事，讲讲自己对可能同一件事情的不同的看法。只要好笑，只要能逗笑今天的观众，对我们来说，某种意义上也是寻求到了今天那部分的认同。就像庞颖所说的啊，每个人对自律的定义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你每天都能坚持喝一瓶零糖、零脂肪、零能量的统一春福无糖茶，我相信啊，你就是妈妈心目中那个自律的孩子。我的脱口秀妈妈，这个小鹿有什么要说？我稍微补充一点，就是我觉得庞老师非常勇敢的一个人。我有时候经常在，比如说跟他讨论脱口秀的时候，都有点不好意思，就想我何德何能，我跟一个耶鲁的学霸教他怎么讲话，我觉得就是很荒谬。在奇葩说的成绩也比他好。对，我们就是在这个聊这个事情的当中，我就觉得其实庞老师他有他非常，就是他站在这个舞台上，是因为他有他非常独特的地方，就是他真实的在职场里面讲他职场的生活，并且把他非常细腻的观察带到这个台上，所以很开心他来到这个舞台上跟我们分享了他真实的职场经验。对。我就再说一句，我真的非常感谢小鹿，还有就是真的好多人，但是以小鹿为代表的，有的时候他告诉我某一句节奏不对，他真的是发语音过来告诉我那句怎么说啊。无论今天我的表现怎么样，我非常感谢你，小鹿。是的，有时候就是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嘛。我们也把小北和大老王请回舞台中央。一场3人的对决，看看最终的结果如何。大老王呢，也就是遭遇到跟去年第2轮淘汰的时候一样的状况，但是他这次顶住了压力。他们比完，我觉得小北会赢。客观从现场效果来看，北的确实顶起来了。小北太牛了，夜场小王子，这个也是我看过他演的最好的一场。庞老师第一次接触脱口秀，然后你看他这一篇其实是一个非常规范的脱口秀文本，而且他把他自己那个锋利的辩论的那个劲儿都减弱了，那个东西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快乐你就 vivo live， 接下来进入结果揭晓时刻。小北冠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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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北。恭喜小北194票成功晋级。和 vivo live 一起见证这场点亮喜剧深夜场的实力对决。小北开始释放一点点自己的愤怒了，自己非常真实的想法，然后开始一些猛烈的喜剧批判了。觉得非常好，特别希望小北继续这样火力全开。一个演员，尤其是个老演员，你不在舞台上变化，你一定被观众抛弃，这是很残酷的。但很庆幸的是，我看到他今天的变化。他终于不做那个快乐小狗了，到深夜场全都变疯狗。朋友们好，我是小北，然后我仅代表自己给我稿件中提到的所有老师诚挚的道一些歉，实在不好意思，很喜欢你们，原谅我哈。按照规则，大老王和庞颖要暂时前往待定区。走之前还有什么想和大家说的？我不知道，反正不知道能不能淘汰。然后，你许愿呐，你这是？
不是，就是我觉得就是确实好像你认认真真的就是全力以赴的，就是不就是好好演什么实在的就是确实是不会哭，然后我很满意，我不是很在乎结果，现在我觉得刚刚演得很舒服，很开心，好就可以了，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老王。根据庞军师的计算，他这个分数没有问题啊，不要担心。那我发表一下获奖感。就是我刚才想说的话也说了，如果我接下来在今后的1年之内，脱口秀可以变得更好，继续说，那我们就明年再见。如果有机会，就明年再见，也期待你带更多的新朋友来。王哥回来了，王哥必回来了，王哥必回，王哥必回。先看戴维和南瓜阿水其中一个。脱口秀的舞台总有神奇的事情发生，大老王又找回大老王的状态了，也很为他开心。的确啊，是我们能看到现在场上只有2位演员朋友了，也即将为我们带来最后一场对决。请先移步对战区吧，欢迎阿水，欢迎南瓜。是的，明明南瓜是上一季的老朋友了，但此刻他显得像一个更陌生的新朋友一样。而坐在他旁边的阿水，是今年来自新加坡的演员。哎呀，南瓜选择了阿水啊。我这没问题。当然会有压力了，谁贴我都会有压力了。我分析过一下，我在前面的话不受他的影响的话，我就尽量把我东西演好就行。胜算方面还得是你们帮我算。我们帮你算是吧？我们刚刚已经帮你算好了。阿水先演，南瓜接不住的。我觉得阿水带着我们所有组员的希望。对，我给你算一下。哎呦呵，小点声吧你们。明儿都嗓子哑了，看你们怎么演。那我放个狠话吧，阿水老师回新加坡好好上班，把这里留下一个新加坡演员就行了。可以，可以，南瓜老师，这是他本季最有水平的一句话。让我们掌声有请生活在新加坡的东北朋友阿水。大家好，我是阿水，我是新加坡的演员，但我是老家是东北的。今天跟大家聊聊海外的东北文化，好不好？东北的 globalization。新加坡有很多的中国餐馆，越来越多。这中间东北餐馆是最受欢迎的，而且最好辨认，因为我们东北菜就是食材和做法全都告诉你。尖椒干豆腐，小鸡炖蘑菇，铁锅炖大鹅，呀，所见即所得啊！你们听到东北菜名，你可能不喜欢吃，但你至少会做了。你们知道乱炖怎么做吗？你们知道冻梨怎么做吗？再考你们南方菜。知道佛跳墙怎么做吗？我不知道，后来我查过，乱炖。我在东北长大，习惯了在菜名里找那个食材和做法。我刚到新加坡的时候，有的菜名是靠猜的。我站在新加坡餐厅里一抬头，沙爹，先不吃，听着没大没小。煲仔饭，听着没小的，跟沙爹是套餐，听着像。椰浆饭，娘惹菜。爷爷不泡茶，外婆家的菜，你不知道吃什么，但时代亲戚越来越多。而且不光这个菜名，餐饮餐馆的名字也是，你觉得除了东北都叫得很含蓄，把湖南菜叫湘菜，是吧？上海菜叫本帮菜馆，我们东北菜到世界各地都是东北烧烤饺子馆。东北人就不擅长起名，我老家中央有条大街就叫中央大街。
我们那儿乡村爱情剧就叫乡村爱情，不会让外地的朋友起疑，说是乡村爱情，乡村爱情，是不是个湖南餐厅呢？听着就。为啥这么直白呢？就是北方人有点好吃的，他就是很巴不得你快点吃，所以选择直白，不会修饰，你懂吗？我每次回到东北老家，我妈就是惦记让我吃东西，我不吃都不行，每天早上都是，儿子醒不醒呢？儿子醒不醒呢？我说我没醒，醒了呀。你饿不饿？你吃点东西，妈给你整点吃的。你饿不饿？你饿不饿？饿不饿？饿不饿？我说还行，饿了呀。你吃点这个，妈给你整。你有钱你买不着你这玩意儿，你吃你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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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尝尝。我就只能吃，我但凡要觉得好吃，我回程的行李里就全是这个。现在的直播带货说一大堆，我觉得没用，你都不如让我妈去啊。直播间的朋友来了呀。这个你尝尝，你尝尝，你尝尝，你尝尝吗？你尝尝。我们北方人就是这样，好东西不用硬夸，你只要尝过用过，你就知道它好。就像滴滴一样，你打开滴滴出行，新加坡、韩国、日本也能用中文直接打车，想咋滴就咋滴。还有没有在国外用过滴滴的朋友？回去用呢，用呢。哎。东北人就是擅长这种直给啊，他不光吃的，他有恋爱综艺或者恋爱节目，他也是很直给的，不让现在你们看那种普通的综艺，是吧？单身的地狱，结完婚的惦记离，要离赶紧离，一离10好几集，磨叽。你看我们东北老年人综艺，你上来大爷大妈刚一见面，那大妈说：“那你各方还行啊？”那大爷说：“我都行啊，是吧？”哎。这好综艺，大家回去看看啊！东北看看。哎，关于爱情，东北就是有的时候会过于松弛。我不知道大家听过那个乡村爱情的主题曲叫《谁是我的新郎》，这也太松弛了吧！都已经唠到新郎了，不知道谁是新郎。我每次听这歌都有画面感，我每次听这歌都感觉是彩玲姐唱的，对面站5个小北，你说谁是我的新郎？啊？就是这种松弛，我把这个歌也给我的印度朋友听，我一直在想这个新郎是谁，直到我在新加坡给印度朋友听，我那印度朋友说我们印度有首歌叫《新娘嫁人了，新郎不是我》。这两歌不光歌名能对上，这俩歌好像是一起写的，就都能一起唱。我知道这个时间点唱歌有点奇怪，但是你知道北方人有的时候有点好东西啊。你听听呢，听听。谁是我的新郎？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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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嘿，别再让我东张西望啊！那苦力猴呀，谁是我的新郎？几米，谁是我的新郎？啊，嫁！哎嗨嗨，快来到我的身旁！咚大，好。就用这种祝大家婚姻幸福，爱情甜蜜，常来东北。我是来自新加坡的阿水，谢谢大家，我是阿水。谢谢阿水的表演，喜欢阿水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请锁票。再次谢谢阿水。大林，刚刚那段那个歌曲有打动你吗？又让我想起张鹤伦来了。张鹤伦那会儿不就老在台上唱这个吗？啊，还跟人一块跳呢。说不出来，又老又新的一段曲艺表演。我想问一下，你演这个就平时，比如说你肯定演了很多遍了，自己有需要过一关吗？还是第一遍就很自在？哪一关啊？羞耻，山海关。会觉得我这歌我唱这歌干啥呢？但是这个歌包括那个印度歌，其实在新加坡有很多的印度朋友，然后跟印度朋友也聊过，然后那个歌相信大家都听过，叫《新娘嫁人了，新郎不是我》，
啊，那歌其实原名我跟他唱，听完他说其实原名不叫那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欢快的爱情歌曲，那个歌叫就是睁眼闭眼都是你，这歌的原名叫，对，挺好的。您这个我觉得就是挺工整的，是一个就是合格的一场表演。我是给在最后唱歌呢，但是我其实觉得前半程比后半程要更好一点。你那个重复，吃点的，吃点的，看着呢，看点的，吃听点的，就那个重复我是特别喜欢的，就那个既有表演，然后又有这种重复的力量，挺好的。本身这个表演的这个劲头就是挺难拿捏的，真是。我挺喜欢的，就是按天真说的，就是如果分前后半截的话，他前半截是观察嘛，就显得就是特别有智慧。啊，就能看到大家平常看不到那些东西。后半截它比较渲染，然后呢也明显是照顾我们已经后半夜的这个精神状态，所以我觉得很体贴，挺好的，我真的很喜欢。我也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完整的秀，然后会很有东北话，很有感染力哦，你就会觉得忍不住听进去，然后也要跟着那个看看笑笑吧，笑。饿了吧？饿了，爱你哦，爱你哦，东北话怎么讲啊？谢你哦，谢你哦。哎呦，确实辛苦了，也是阿水拿到了气氛组的4票满票，请先回到对战区休息。下一位要登场的也是咱们这一场比赛的最后一位演员，也是这一轮比赛的最后一位演员了，成功减重了60斤。他是南瓜，掌声有请！谢谢！好，大家辛苦了！我是南瓜，大家还认识我吗？认识，确实，这半年减了60多斤，变化比较大啊。对，现在很多人见了我都要愣一下，他说你好像是南瓜，但感觉跟南瓜不一样了啊。我说我现在是贝贝南瓜。这半年确实减的挺多了，跟去年完全是判若两人，已经不再是去年那个胖胖的吹唢呐的南瓜了。减肥减得太狠了，肺活量都减小了，唢呐都吹不响了。所以我今年就去开发了新的才艺，我去学习爵士舞了。这就是魏舞。而我学跳舞真的很开心，因为我从小就特别想学跳舞，但是在农村没有条件。现在长大了有能力了，我决定去朝花夕拾一下。但现在这个年纪再去学跳舞，你就感觉那个动作很妖娆，学起来就很羞耻。然后我就专门找了个私教，我都找了个私教了，能不能给我安排一个私密一点的教室？就在那商场透明大玻璃。老师做什么我在旁边做什么，只要有人过来我就不做了，我就看着老师做，我在旁边手拍子，不知道的人以为我是老师。老师他就鼓励我，他说我们跳舞呀最重要的是胯要灵活，他说你的胯挺灵活的，有天赋，是不是偷偷练过？老师不知道我之前送外卖，每天在电瓶车上就是这样。我在学爵士之前就做过很多年的骑士了。真的，现在体验了一下，真的很开心。我小时候特别想学跳舞，但没条件，没得选。我爸在家里，我爸吹唢呐，我就只能跟着我爸吹唢呐。有人拿说唢呐不挺好，现在白市场多挣钱呀。其实这个工作真的不太挣钱，因为这个工作呀，它太不稳定了。你不知道啥时候有活儿，别人活多了，我爸就活少了。但是活多的时候，一个活连着一个活，我爸有时候半个月都不回家啊，我妈也不担心他外面有人，因为他知道外面肯定人没了。这个感受了一下，真的非常的开心。真的小时候，你别说才艺了，连兴趣爱好都很奢望。我上初中第一次接触篮球，一下子就迷上了，天天跟2个朋友一起玩。大哥拿到篮球传给我，我跑得快，跑过去传给老三，老三一上篮，我们这一条龙配合太厉害了。我们当时觉得我们长大都能打 CBA 啊，后来长大了，我在送外卖，大哥在卖烧烤，老三当了保安。后来大哥把肉烤好打包好，我骑电瓶车送过去，老三门一开，
还是一条龙。我们没能相聚在 CBA， 但是我们相遇在了 CBD。到了社会上，就感觉离我的舞蹈梦想越来越遥远了。但那2年很开心，能在网上看一些视频，看一些偶像练习生这种青春有你这种唱跳节目，我很喜欢看这些练习生。就我觉得他们那种青春活力能感染到屏幕外的我。那时候有一首歌叫 Yes OK 特别的火的，当时很多人都在跳。我在送外卖看周围没人的时候，我也会偷偷的慢慢追，慢慢追我的梦。我觉得那些练习生就是我梦想的一种寄托，看那个节目很有代入感，跟他们能共同的成长。我当时还给他们投票，甚至送外卖的时候帮他们拉票。你好，能给个好评吗？他说在哪里给？我说你有爱奇艺 VIP 吗？那时候靠着手上的外卖给喜欢的选手拉了不少的票，也是发动了真正的饭圈。那时候那个精神状态跟周围那些同事很不一样。热奈他们出道那天，这非常开心。我坐电动车上，我说终于成团了，成团了。旁边骑手成团几个人呀？我说9个人，他9个人，那你送得过来吗？他们不理解我，他们觉得我是个异类，他们甚至还嘲讽我。他说你天天看那玩意有啥意义吗？有啥意义吗？你也去报名，你也去青春有你也去报名参加。我说算了吧，咱别斗了，我能去爱奇艺，我去爱奇艺搞笑吗？当时确实在电瓶车上限制了我的想象力，没想到最初想上爱奇艺的初衷是想来唱跳的。去年一路比赛比到半决赛，更没想到是半决赛的嘉宾竟然有虞书欣，感觉像做梦一样，这个青春一下子就回来了。导演还给我们说，你们半决赛的选手明天在虞书欣的面前，大家表演一下 Yes OK 惊喜一下。我当时说这不好吧？你看我哪里有跳舞的样子呀？咱就别丢人了。其实我内心想的是 Welcome to my home court， 这首歌没有人比我更 OK 了。但当时大家知道我去年那时候200多斤啊，我回去对着镜子我偷偷练，我完全已经跳不动了，已经跳不起来了。我真的很紧张。第2天彩排的时候我就想了个办法，当时小北在我前面。跳得不错，那我就跟着他跳。结果第2天一直完全找不到北了，我真的很尴尬。老天给了我一个在爱奇艺唱跳的舞台，没有把握住。但是我又很开心的是，我讲段子的时候，虞书欣给我投票了。他说：“南瓜老师加油，你一定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人。”我当时愣了一下，我说这句话不就是当年给你在手机上说的话吗？真的就像当年扔出的回旋镖一样，又落在我的身上。我终于鼓起勇气，我去报了舞蹈班。我真的很开心，我就问那个老师，我老师，我之前对着手机我自己练，怎么练都不太对劲。老师说你先从电瓶车上下来。你这跳舞束手束脚的，你往2边迈开2步，大胆一点。我就跟着老师往2边迈开2步，跟老师一跳，一下子就对了。我真的好开心呀！没想到这简简单单这2步，我用了20年。谢谢大家，我是南瓜。谢谢南瓜的表演。投票倒计时，3、2、1，请锁票。再次谢谢南瓜，谢谢。这哎呦，我看你都不太适应，我还没习惯呢。这段也是真情实感啊，这是。你是当年真的是就是喜欢虞书欣，然后给他投票吗？对，我是当时那个亲你都在看的，就感觉就是作为一个观众吧，我还是挺喜欢看的。他去年来的时候，你有跟他讲这件事情吗？我去年就是淘汰了，没好意思说。我觉得他今天看到这段节目的时候，他也会觉得很感动的，就是他激励过你，并且你也曾经支持过他。对，我觉得当时有很多这种节目，其实它真的能像很多人那种很有代入感，能是很多人的代偿那种感觉。所以南瓜，你是哪一个瞬间决定要去学跳舞的？因为我本来把这个事都忘了，我觉得跳舞这个事情咱就过去了。结果去年就真的是导演他说，咱们明天跳个舞，我当时就愣了一下。但是我回去再尝试的时候，发现完全已经离得太遥远了。然后去年节目结束之后，我就觉得，是要不要再尝试一下？那你现在的水平是？就还是小学生吧。
哎，那确实，我觉得就是去年在这个舞台上13个人在跳 Yes OK。别扑了，你需要音乐吗？没有，我觉得很多人觉得 Yes OK 这首歌它跳起来很好看，那个舞蹈动作很好看。但对于我来说，这首歌它的歌词更能打动人。就是我给大家来2下。好嘞。Music。用最好的模样，去最美的地方，要走进你的心里呀。你把一起相唱。他最后一句话是多远都可以去追啊！我觉得这个歌词真的很动人。我觉得确实，就其实跟刚才庞老师就选择去说脱口秀意思一样嘛。对，就是这个舞台其实是开放给所有人的，然后我们每个人都从这个舞台上汲取到了一些力量，然后也试图能够传递一些自己的力量给别人。所以南瓜这个特别好，尤其这个今年对自己下这么大狠心，我们演员有的时候其实就怕这个形象会比较雷同，会重复。啊，你这一年这真的去年白火了，今年你看就是跟去年不是一人儿，现在角色白出来了今年。因为我从一个圈子到另外一个圈子，我好像发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人就应该往前走，然后你想过什么生活就去追求吧。我觉得，这就是大老王说的重启人生吧。我觉得特温暖，不煽情了，但是他就活生生的，就是他从最开始自己看到了一个东西，然后建立了一个梦想，然后为这件事付出巨大的代价。你能想象他去跳舞和减60斤要付出的是什么？但是他内心那个心气儿在，所以就特别温暖，好棒。我也觉得就是这个不是硬要跟你产生连结，是我真的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想要追求一个东西，但是我会给自己很多借口，比如说我会觉得我老了，我不能做这个了，或是你那时候觉得我这么大只，我可以跳这样子的舞吗？其实我觉得最后就是都可以的，我们只要没有借口，不要局限自己，你永远就是可以做到你想要成为的那个人。我非常喜欢咱们古代有一句诗人刘禹锡的话，他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所以恭喜你已经成为了你想要成为的自己。我觉得还要努力的更多，就是要更多一些吧。南瓜，咱们开心起来！你现在又帅又会跳舞了，咱们应该开心起来，对吗，兄弟？开心！确实，从开始去追逐的那一刻，就已经过上你想要过的那种生活了。对 ，Pumpkin。是的 ，Pumpkin。别叫南瓜了，叫男团吧，以后啊。我们把阿水也请回舞台中央吧。这一场也是这一赛段的最后一场比拼了，两位都拿到了气氛组的4票，那最终的结果如何呢？请看大屏幕。恭喜南瓜174票，直接晋级，请前往晋级区。我给水哥说个话吧，其实挺感触的，因为去年就是见世面。我去年你看我讲了脱口秀之后，真的是发生很大变化。我都去年去新加坡了，都出国了，然后是水哥招待的我。他当时就说他想今年上，结果今年真在舞台上见到了，挺有感触的。你又给他送走了，他线下是特别好的演员，对吧？现在你在他脑海里就仨字儿。哎，阿水，根据规则要暂时前往待定区，那还有什么想和大家说的？大家有机会如果去新加坡玩的话，新加坡也有一个中文俱乐部叫侃侃喜剧，大家可以过来看我们的演出。会有人问，在海外做中文脱口秀是不是很难？其实恰恰相反，就是因为有中文脱口秀，所以我们很开心，然后能跟你们相聚。谢谢大家。谢谢阿水远道而来，希望你也能再次回到这个舞台上，再给我们讲更多的故事。无论是回国玩还是回国休息，我相信各个城市也都有脱口秀俱乐部，有脱口秀开放麦，有脱口秀的演出。
有机会就多来玩。喂，不愧是我堂姐，威武，雄壮得很啊！哎呦，南瓜老师现在可不得了喽，跳舞是你的舒适区了，还指导我。一般，讲究的就是个灵活。是 yes OK 给你的勇气吗？你快喝口川脯绿茶清醒一下吧。我想喝焙茶。喝茶现在也要跟我不一样，咱俩 battle 一下。Welcome to my home court。行，那我们就用统一川脯无糖茶做 ending pose。来吧。清香鲜爽，一个字儿香。看看什么叫爵士吧。你身上痒就去洗澡。焙香醇厚3个字倍儿香。再来。不要再打了，要打去台上打。一口川脯，茶香倍儿足。堂姐，你别逼我。哎，不打了，上台打他们去吧。别打了。那随着这场比拼的结束，我们整个第2赛段不服单挑赛的最后一场也全部结束了。我们来看一看，首先这一场比赛所有的得票情况，请看大屏幕。恭喜所有晋级的演员，同时恭喜小北194票，全场最高分。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统一春福无糖茶授予你，让观众心服口服奖，并且为你准备了惊喜福利。同时，随着这场比赛结果的揭晓，3场比赛每一场有6位直接晋级的朋友，加起来是18位。那么本着不留遗憾的原则，所有待定间的朋友根据大排名还会有10位朋友晋级。我们最后再来连线一下我们大实话观战间的那些朋友吧。感谢朋友们这陪伴，表现得太优异了，谢谢。这是直播吗？他们是不是先回去了呀？这刚才录的。哎，我们真商量过，要不录好了放着就走了得了，多可气的。严老板，就是因为对好多演员特喜欢、特熟悉，然后我们其实比你们还紧张，一直在算这个分儿，都在算谁就是可惜会走，可能会留下，大家都特别紧张这边现场。第1赛段我们发放了一共有6块复活金牌，如果今天他们不在28个晋级名额之内的话，就要使用掉这块复活金牌。接下来根据整场排名，会有10位演员再次回到舞台之上，到底是谁？请看大屏幕。岳明太招人喜欢了，就是我的段子、我的表演、我的人都是非常契合的，这个是很难做到的。陈并飞入行时间比我短，年龄也比我小，但是他在台上比我还稳，文本上也比较精巧。戴老板线上节目打拼这么多年，这是巅峰之作，拓宽了亲子话题这个边界吧。我觉得梁岩老师发挥也是挺稳的，176票，我觉得他一定也能回来的。这么多回不来的，全回来了啊！伯伯卡住了。恭喜这些朋友成功晋级，也希望各位再接再厉，我们好好写稿，好好演，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表演。同时要向大家说明的是，因为于博在上一赛段赢得了复活金牌，按照规则，他现在可以使用这块金牌重新回到舞台之上。我们请于博回到舞台之上。我想是个悲喜交加的时刻。好消息是还能继续演，还有机会。坏消息是要交回你的复活金牌了。哇，真烧啊！真烧哇！有什么话要跟大家说？真丢人呐！于博心里其实不想用了，哥们黑龙江孩子要脸。那我的价值观念就是输了就是输了，挨打咱就认，没啥。之后就奔着淘汰演呗，挺好。如果这条太丧的话，咱们就保一条。
我就喜欢给自己不留余地的状态，因为我的专场就叫死地后生。谢谢你们。确实，我觉得这就是年轻演员有可能会在台上经历的事情。可能一场没演好，但也这是年轻可贵的地方，他永远有第二次机会。我们期待于博下一场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好吗？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接下来有一个情况，想要征求一下我们在场所有观众朋友，也包括我们气氛组组长的意见。是不是还有复活名额啊？因为细心的朋友可以看到，我们除去10位重返舞台的待定区的朋友之外，另外还有一位朋友，他的分数也是唯一一位超过了一部分直接晋级朋友的票数。我们是不是能够再让多一位朋友回到这个舞台之上？这样下一赛段正好也是30个人，好像一个整数能让这个事情变得更圆满一些，是吗？他的分数是173票，确实也超过了一些已经晋级的朋友。那么我们也把掌声送给宋万博，欢迎你回来。哎，感谢各位，感谢各位，感谢各位。加油，波波！我们经历了一样的事情，真的真的。咱们的经验将会在下一轮发挥出多聊啊！反正就是好运，怎么跟第一轮一样的体验啊？我希望能打个翻身仗，下一次能是高票晋级。我们再一次恭喜所有晋级下一赛段的演员，期待你们接下来的精彩表现。我们也感谢今天所有的演员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那些止步于死的演员也依然会在剧场里继续和大家见面。喜剧之王单口季的线下巡演即将开始，从小人物到喜剧之王的故事也还在继续。感谢所有的演员后续的购票，大家可以持续关注节目的官方账号。谢谢所有的演员，所有的观众，也谢谢我们的气氛组组长，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我们下期再见。恭喜你获得本期比赛的最高分，请用家乡方言念出以下加冕词：一口村服茶香倍儿足，村服倍儿茶倍儿火香，足火倍儿香，香倍儿足，茶香倍儿足，足茶香。嘿嘿，又来到了这个小屋，开始的地方，结束的地方，这看看，喂，找点我的镜头感，可以，蛮好看的，挺好，很好，旅程短短的旅程就结束啦，挺好了。其实我演的蛮开心的，然后主要是认识了我们战队的好朋友，然后大家都在帮我托举什么的，其实真的还挺开心的。也有一些对自己想说的话了，就是我这个人生活中就是语速很快，但是我希望我生活的节奏之后可以稍微慢一点，然后也希望我能讲的话，也希望传达到喜欢我的观众朋友们的心中吧。虽然我是一个跨界选手吧，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挺对得起这段经历的。我就说我从来没有在就是1200个字上花过这么多功夫，在酒店这样背稿，嘿嘿，无论是打磨稿子还是去练就是表演，无论还是背稿等等，非常高浓度、非常充实的一次，让我体会到快速改稿、快速进入状态、快速演出的这么一个事情。这是第2次来西单，和第1季自己感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觉得自己以前是一个特别紧张的人。大家好，我叫石岩，还是今天高考。我开始学习松弛和放松。我发现人好像真的会变贪心。我一开始只是不想被快剪。左眼，别被快剪。哇。
恭喜李卓言获胜。然后进了第一轮之后，就会想要再继续进第2轮、第3轮这个样子。其实来到这个节目，我觉得收获最大的其实是认识了非常非常多的朋友，很多人都帮我改过稿子，但是我也有帮他们想梗，但总是想的不好。我真的每个人都对我太好了，怎么每个人都在帮我，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在新加坡的话，一旦因为喜剧或者是因为跟喜剧有关的东西，大家聊到一块儿笑一下，然后就笑的那一刻，大家还是有共同语言的。大家可以去新加坡真的玩一玩。其实我挺满意的，最大的遗憾就是对不起小程，他其实也帮我精心的准备了第3轮的比赛的妆造。我知道你肯定会说没有对我失望，但是我自己真的是希望能多走几轮。虽然只比了2轮，有点遗憾啊，英宁，因为你知道你还有好几篇很不错的稿子，但是这2轮你都讲了你自己最想表达的东西。妈妈永远爱你，谢谢大家，我是英宁。比赛就是这样，可能需要一些天时地利人和，但不代表你不是一个优秀的演员，未来还很长。请你一定要接着热爱单口喜剧。非常想感谢帮我改稿的队长黑灯，还有辛博，然后还有陈明飞弟弟，然后还有我们编剧组的建国老师，还有张浩哲老师。我已经得到了非常多的鼓励和爱了。只要喜剧好，所以这个舞台就不会消失。以后再见啦，把掌声和爱都给喜剧，给自己，给爱的人。我给小程。请你不要害怕拥有一朵小花。大家加油啊！往前走也能称得上是勇敢。我会变成一个更厉害的表达者，感谢单口喜剧人们对我的帮助。祝我们身上都有不可战胜的夏天，然后也希望大家不止一个夏天，因为我们还有明天。英子，你是一位优秀的单口喜剧演员，一次的输赢并不代表什么，你的未来之路还很长。戏